你不是在闭关吗？这个花园是什么时候建的？是想在这里举行婚礼吗？觉得熟悉吗？是有一点。这里是按照你的灵符所建。我第一次进你灵府的时候，便为这种云淡风轻的气氛而着迷。你喜欢尽管来就好了，何必再建一个？要是你日后感到内心不安，便可以来这里睡上一觉，一切便可如常。只要你在我身边，一切不安都会消失。这树好香啊！这是香椿青木，在阳光下会散发出淡淡的香味。这种香味能够解郁清心，压制你体内的躁动。我躁动的时候，你不能亲自来解决啊？我不用上班的。你什么时候变社畜了？那还不是因为有人总想摸鱼啊？这地方好好睡啊，躺下就觉得困了。困了就睡吧。我陪你。娇娇，你干嘛？你为什么要把修为都渡给我？就快开始了。什么快开始了？你混蛋！你赶紧告诉我！我从出生以来就承受着这种痛苦，这一点上不痛不痒，你知道吗？你到底要干什么？我炼化了凤山灵火，连接了我的血肉神魂。再过一会儿，这都属于你了。你闭关就是干这个？你疯了！放心，不疼。我把这火留给你，以后这世间再也没有什么能伤害到你，你我的仇敌都被我杀光了。我留给你的都是你喜欢的人和东西。为什么呀？你好好的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庭言，谎言，风一脉，灵火相牵，不见天明，偏与你缠绵。最爱我
不还。当羡慕一年善恶明辨，多少灵魂遁入银荒野，风一脉，灵火相牵，不见天明，便与你缠绵。最爱万丈，如那雨滂沱天地间，风月最远，弹指间爱可以幻灭。最爱无缘，惹波澜一生时光，就算这一世万劫不复，也仍要和你纠缠。这方寸之地，竟求了我500年。最爱万丈，如那雨滂沱天地间，风月最远，弹指间爱可以幻灭。最爱无缘，惹波澜一生时光，就算这一世万劫不复，也仍要和你纠缠，生生世世不还。师祖，白鹿崖内已准备妥当。师祖，当年那场大火之后，弟子就将这白鹿崖重新修葺了一番。虽然往日的风采已不在，但是一切的事物依然如旧。师祖尽管和这位弟子安心住下。过来。弟子知道师祖不喜被人打扰，弟子特意选了一些傀儡人，他们既无意识，也无灵魂，方便师祖差遣。师祖闭关之时，师某没有办法侍奉左右。今日师祖已经出山，师家就应该尽司马家祖辈赋予的义务，不然师家再更成仙府，也不知道该如何自处了。请师祖成全。师掌门，师掌门一心维护司马氏，却还能在与八大宫的斡旋之中全身而退，费心了。我会为师祖守好更城仙府，等着师祖归来。风景好是好，只是白鹿崖里只有我一人面对这弑杀的诅咒。不知道我这条小命还能留多久。你没休息好吗？啊，不是。那为何今天不如往常一般模样了？
我往常啥样啊？问题不少，废话很多，还尽是些我听不懂的胡言乱语。你在想什么？我在想，那些人一定要死吗？你想替那些人伸冤吗？我只想知道原因。师祖居然没生气，脾气和猫一样难以预判。喜欢这里吗？喜欢。我讨厌这里，但这里毕竟是我的家。哎，这花在三圣山见过啊。小命差点不保。这些花叫日月幽檀，花的种子是司马氏族人死后身体里留下的骨珠。一颗骨珠便能种出一株日月幽檀。那这不就是墓地吗？这么多花，得死多少人啊？司马氏族人死后，身体留不下来，能留下来的只有一颗珠子。以前留存了很多珠子，一部分被我撒进了三圣山，另一部分被我撒在了这里，然后就开出这些花来了。真是惊悚又浪漫。我送你一朵，自己选吧。可我摘花，您不会杀了我吧？还有，这日月幽檀最奇特之处就在于，恶人死后骨珠种出来的花，则是无药可解的剧毒，而善人的骨珠所种出来的花，则是可解毒的灵药。只不过这些花都样貌相同，无人能分辨出来。那我这朵不会是毒花吧？好像没什么事儿。哦，这样说的话，在三圣山那晚，玉蓉蓉是因为摘花中毒才死的呀？贪心的人，运气一向不好。还好，当时这花我都没敢动。不过这无药可解的剧毒和可解毒的灵药，不就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吗？看你现在还能站在这里，选的应该是灵药，嘿嘿，运气不错。嘿嘿嘿嘿。我是被花毒死了吗？这里是哪儿啊？这不是师祖的小火苗吗？小火苗，都给我滚！看见你们就烦。连声音都不一样，看来不是同一簇啊。你的脾气为何总是如此之坏啊？胡说！你来的时机总是不对而已。他怎么和师祖一样用血供养灵火啊？那我明日来时，能否遇上你脾气好的时候呢？我又不曾向你发火，谁让你们那些司马氏族人总是惹我心烦？原来他是师祖的族人。这里看起来像是从前的白鹿崖。司马鄂，你莫要再执拗下去。我不愿嫁，我绝不嫁。延续凤山一族的纯粹血脉，供养灵火，是我们又是他司马族的使命。那我应该尽的是他的记忆。我并不爱他。胡闹！家族使命岂能用儿女情长来衡量？
你与司马师同宗但不同脉，生来便肩负着延续凤山的重任，成婚一事合理合智。你们想逼我成婚传嗣，肯定又是那八大宫的主意。你看我们如今，哪还像庚辰仙府的掌管者，只是八大宫延续仙府荣光的傀儡罢了。这关乎着庚辰仙府的繁荣与安稳，鄂儿，你就别再固执了。滚出去！再不走，我烧死你！太惨了，婚嫁不能自主，还要被 PUA 背负起一族的兴衰。不过，八大公子们还干逼人结婚传嗣的事儿，如此活着，与笼中的囚鸟有何区别？只要我存在，司马氏的命运便无法改变。这就是人心的贪婪，把我们逼至绝境。若有一天，世间再无凤山灵火，司马氏一族或许能得到解脱。可如今，世祖依旧在供奉灵火。婚礼？啊，他最终还是妥协了。明明结婚应该两厢情愿，是美好的事，现在却压抑得让人喘不过气。司马师与司马鄂结为道侣，绵延凤山血脉，鸳养灵山之火。八大宫真是让人恶心，难以想象。当年司马一族竟然被八大宫如此欺凌。这又是哪里？不哭啦。鄂儿，你给我们的孩子取个名字吧。那就叫他娇儿吧。这个婴儿竟是师祖。如今想在库房里找线索，已是无望，也接触不到公事局的账本。当年的事，早已被人遗忘。我该如何是好？爹、娘、姐姐，你们在天有灵，可不可以告诉我，我该怎么办？谁啊？旧案无踪，旧事可寻，旧人可问。竟有人知道我在搜寻当年谢家的线索，此人是敌是友？这人可能是在提醒你，旧案有迹可循，至少非敌。旧事可寻，旧人可问。这我应该问什么人啊？旧人。唉，天天刷着便桶，搞得我回家饭都吃不下。没办法，这就是咱们的命。谁说不是的？再把这边刷一刷吧。哎呀，
婆婆们好。哎，给你倒就好了。婆婆好，我是来参加竞标大会的商户，我叫霓裳。我做了好多胭脂香膏，想拿来给各位试试。婆婆，嗨，我们城日里刷着便桶，又都是黄土埋了脖子的人了，涂什么香膏？你以为都跟你们这起子年轻狐狸一样呢？您这话就不对了。有什么不对？就算年纪再大，那也是女人。这女人天生爱美，年轻的有年轻的美，年长的有年长的美。再说了，就算脸上长了皱纹，身体不便，那也得把自己收拾得香香的，不管别人，自己闻着也高兴。您说是不是？说得好。哎呀，说得好啊！你这个老太婆呀，哎，人家姑娘好心送香膏来，你不领情就算了，你还凶，你都吓着人家姑娘了。多谢这位婆婆。哎，姑娘，要不嫌弃的话，这香膏送给我这老太婆，可使得呀？使得，我帮您试试。哎，好好。哎，这香膏呀，抹在耳后，就可以留香1天呢。嗯，好。还有手腕。好。哎，好，这膏子可真香啊！真的。哎，连便桶的臭味都闻不到了，真是好东西。这送给您2位。谢谢啊，谢谢啊。婆婆，送您。您若是不喜欢，就拿回去送给女儿、儿媳妇，让他们试试吧。嗨，人家姑娘一番好意，还不快收下，是不是？收就收。我说姓王的，你也别仗着自己是这里头资历最老的，整天凶巴巴的骂人。骂人？哎呦，真香！我骂你怎么了？啊？骂你怎么了？谁让你不识好歹呀？睁眼看看，整个这公事局有几个肯拿正眼看我们这些老东西呀？难得人姑娘把我们当人，你还打起架子来了你？哼！姑娘莫怪啊，我们玩闹惯了。哎，往后你要有什么好东西呀，你尽管拿来啊！是的，反正我们这些老东西闲着也是闲着，帮你鉴赏鉴赏，不费什么事儿。婆婆，您可是这里资历最老的。那是，我来的时候，他们还不知在哪儿。我呀，最喜欢听老人家讲故事，可以听听这上下几百年发生的事儿，长长见识。要是以后我还有空，可以找您聊聊天吗？哎，好啊，姑娘闲了尽管来，我老太婆正无聊呢。太好了，姑娘，来的时候可别忘了带东西啊。这个老东西啊，最贪便宜了。想听好故事，不送礼可不行啊。哎，好呀，我还新调制了许多口汁，下回拿来再给各位试试。口汁？哎呦，好啊！我老太婆可是好多年都没用过这东西了。这口汁呀，也是我新研究出来的配方，里面还加了珍珠粉，跟普通的相比啊，更加香甜细腻。珍珠粉？罢了罢了啊，我可不敢用。哎呦，婆婆，有何不可呀？哎呀，珍珠粉做的东西，我可不敢领教。你呀，还是去送给别人吧。啊，婆婆，这珍珠粉做的东西为何不能用？还请婆婆明示。不是我老太婆吹牛啊，
就连添加御赐的珍珠粉，我都领教过，可惜。你那普通的货色，我就更不敢领教啦。御赐的珍珠粉，苏老板这块玉珏，成色甚佳呀！啊，听闻袁大人好玉器，小人特意找来献与大人。这苏家的事，还望大人往后多多关照啊。苏老板这回的事情倒是新奇，这霓裳和苏家有仇，苏老板莫名其妙地扯出了当年旧事，会不会太小题大做了？哎，这当年之事啊，一直在我心里是忐忑不安，稍有风吹草动，便如惊弓之鸟，那是备受煎熬。大人莫怪小人小题大做，实在是这霓裳无缘无故的翻阅公事局卷宗，这令人担忧啊。当年之事已经斩草除根，你还怕什么呢？话虽如此，可是时过境迁了，本官不想再牵扯进来，此事就此作罢。大人，这霓裳的事情真不想再查一查？此人凭空出现，又牵扯甚多，本官自然会去查。大人，那宜早不宜迟啊！这霓裳现在在公事局那是风头无两，若再拖下去，这万一他在公事局的竞标夺了魁，那苏老板，你有些日子没到我这里来了，咱们的情分也生疏了很多。好在令侄懂事，常常想着到我这里来走动走动。今日苏老板拿了一块玉珏，却提了诸多要求，不知是何用意呀？如今啊，我这家中事务繁杂呀，我疏忽了袁大人，还望大人见谅。只怕不是疏忽，是有意疏远吧？时候不早了，本官就不留苏老板叙旧了。阿木，苏老板，请。小人先告退了。阿木，在。霓裳。好，诺。哎，哎，哎，福三儿，福三儿，谁呀？我阿强，趁高大人不在家，咱们出去赌钱喝酒去。我要是出得去，还用你叫吗？高轩那两口子呀，已经给门房人发话了，只要我逃出去，就要打断我的腿。我带你走后门。快点儿！哎呀，快走了，天香楼的姑娘正等着你呢。怎么走啊？这个，从这儿走。兄弟，你太仗义了，我怎么谢谢你啊？嗨，自家兄弟。小点声，悄悄的。
谁啊？谢了。大人不好了，大人！放肆！你当这什么地方？副三儿跑了。哪个副三儿？我外侄儿啊，就是我们上次派去给欧阳子瑜下药的。你胡说什么？出去！出去！不是把人打发走了吗？怎么会跑呢？本来是想打发走的，但是我夫人不让，我就心想着把它藏起来，就没想到今儿一早人没了。那么赶紧去找。如果欧阳子瑜先找到他，你知道会有什么后果吗？我已经派人找了，大人，但是我怕呀。您说这人要是让欧阳子瑜抓到了，那就让他永远闭嘴。大人，那是我外侄儿啊，我。文秀有一言，斗胆讲给二位大人。欧阳子瑜虽为王爷，但在京城中却毫无根基，且人员淡薄。袁大人身为公事局统领，手握实权，分量不逊于他。傅三儿这事儿可大可小，就算闹到天家那里，天家也未见得会为他主持公道。到时候高大人一口咬定是傅三儿惯作强盗，谋害欧阳子瑜也是为财，与民无干。傅三儿凭空一张嘴，还能坐视什么呢？袁大人，高大人府上的人作案，也没有将您牵扯进来的道理啊，您说是不是啊？大人，此事确实是高大人太沉不住气了。先回去歇歇，顺口气再说。诺。不愧是苏家的少奶奶，当真是有点见识。能为大人分忧，是文秀的荣幸。王爷，王爷，那家伙招了，果然是高玄那胖子捣的鬼，为的就是不让您参与公事局的事儿，怕你影响他们发财。高玄只是小卒，袁道成才是背后主使。王爷，那接下来怎么办？仅凭一个傅三儿的证词，扳不倒袁道成，先关起来，有必要的时候再放出来狗咬狗。明白。婆婆，王婆婆，那，哈哈，
啊，是你呀，姑娘。哎，来，快坐，快坐。哎呦，坐。婆婆，您别喝太多酒了。我呀，给您带了些卤牛肉，是我亲自卤的，您尝尝。哎呀，没想到还有这手艺。哎，好吃。莫不是天女下凡了吧？婆婆，您要是喜欢吃呀，我下次再多做一些。婆婆，我有件事想问您，就是您昨日说那珍珠粉用不得，这是为何？啊，您莫怪，我是做脂粉的，这好奇就想来问个究竟。当年公事局进来过一下，我呀偷了点出来，把它分给姐妹们了。她们呐，把它跟那个花粉调在一起，用它敷脸。没想到第二天她们的脸就肿成猪头了。你说这用得用不得？这公事局买的，想来都是好的，怎么会肿成猪头了呢？是呢，我记得那还是御赐的珍珠粉呢，封存了，放在库房里，说是要送到谢家去的。可是城东做绸布的谢家，正是。那个时候啊，公事局这儿管的不像现在这么严格啊。我们偷东西拿去卖，或者自己用，那是常事儿。我是想啊，这么好的东西，总得自己享用才是啊。可是没想到，我一进了库房，就坏事儿。苏公明，就是的。我就看见他呀，在那个珍珠粉盒边上一阵的捣鼓，不知道鼓什么。后来等他走了，我呀就拿我的簪子把那珍珠粉盒边上我掐了一个缝，用那黄纸我圈了一个细细的卷儿，然后我偷了一点珍珠粉出来，
没想到回去一用就坏事儿了，他们的脸都肿成猪头了。后来这个事儿啊，被管事的知识知道了，臭骂了我一顿。婆婆，那苏公明去公事局可是去送什么东西的？哎，周家跟公事局向来有来往，往里送东西那是常事儿。那您的意思是，他进去之后也接触了珍珠粉？不知道，不知道，就看他在那一阵捣鼓，不知捣鼓什么。那苏公明进去可会有记录？管事的赵执事负责检查进出的东西，他那儿应该是有记录的吧？婆婆，婆婆。难道是苏公明对珍珠粉做过手脚？那就说明这珍珠粉到你家之前就已经被调换过了。可是当年我家收到珍珠粉的时候，上面御赐的封条是完好无损的。苏公明不可能凭借一己之力伪造御赐封条，他一个商人，又怎么可能随意进出公事局的库房呢？除非袁道成。不过此事还需要证据，我再去找，一定能找到。霓裳，我知道你现在很难平静，但越接近真相就越要冷静，我们千万不能打草惊蛇。我知道，这赵执事那里应该有苏公明当年进入库房送东西的记录。只要能拿到那份记录，一切就都清楚了。这赵执事是袁道成的人，我这边已经查实，袁道成和赵执事里应外合，将送进青柳阁的那一批东西以次充好，并篡改了账目。如果苏公明当年进入库房，真的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的话，那赵执事必会帮他篡改记录。只要能够拿到这份篡改的记录，并且对应库房的实际账目，便能证明苏公明当年进入库房有鬼。霓裳，你现在先专心准备香料组的下一轮比试，等比试结束了，我们再商议如何拿到赵执事的记录。记住我说的话，越到紧要关头，越要小心谨慎。那么多大风大浪，你都挺过来了，现在更要步步为营。放心吧，我不会鲁莽的。对，所以你要好好的。如果你有了什么闪失，第一个对不起的人就是我。路上一定要多加小心啊！花钱该花就花，别舍不得。好，一定要注意身体啊！好，你别送了，千万别累着自己。你去送，你去送，记得吃饭。哎，里边请。你们去忙吧，走啦。吃饭啊，好，别饿着自己。还真想跟你去瑞园见识见识，
听说你香料20的时候大放异彩，可惜我们都不在。这比试马上就要结束了，我快能回家了。哎，我要的东西都在里面了吗？放心吧，一样不少。这次可一定要赢了宁相阁的周夫人啊！知道啦。好，你别送了，店里忙着呢，给我吧。就送这么点路啊？回去吧，回去吧。一定要赢啊！知道啦，我相信你。欧大哥，哎呀，不好意思，那什么呢？一成回来了。一成。看看呀，看看花布啊！一成姑娘，一成姑娘，一成回来了。哎，你从那个共商大会回来啦？我回来拿点东西。听说你这次又通过了2试啊？看来竞标大会的夺魁非香草堂莫属了。是啊是啊，那是肯定的。没看进去了那么多家，属香草堂啊是1等1的好。接大伙儿吉言了。外面怎么聚了这么多人啊？大少爷，他们把咱们门口的路都堵了，要不我去把他们轰走？不必了，我出去看看。